现在来到了日本南九州。整个日本的列岛，就以九州啊，它的海岸线比较曲折多弯啊，比较多破碎的这种小岛屿在这个地方啊。那九州最著名的，也就是近几年来常常会喷发的阿苏火山啊。这个地方跟全日本的很多地方比起来，它相对的来的比较没有那么冷啊。近几年来，九州也是开放的呢，发展的非常的棒啊。最早的时候，九州发源于好事登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海洋巨蛋这些呢？先把日本的九州呢打响了。慢慢的，日本这几年来开始做了变化啊，开始做了改变了，越来越多比较定点的、精致的、深度的开发出来的景点呢出现了，然后呢，就让呢更多日本原本本地人在玩的旅游行程呢，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多么美丽的樱花雨啊！我们在春天来到了日本南九州樱花盛开的季节。首先，一路上看到的樱花，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原公园，来看看千本樱花步道。中原公园位于日本的南九州鹿儿岛县伊佐市境内最负盛名的赏樱名所。中原公园内还有中原神社，很正常啊，在日本的公园大部分都会安置一个神社啊，供奉着岛津家第一的武将大口城主新纳武藏守中原。以中原神社为中心的，还有这2公里的樱花步道。这是什么樱花？这个樱花叫做染井吉野樱花。这大约有1000株的樱花，在每一年3月下旬左右开始，樱花就会绽放出。那这个时候就会举办着樱花季啊。日本南九州鹿儿岛县伊佐市的中原公园也就变成了非常著名可以看樱花的所在。那头前看到这个空地，就大概2个足球场遐大的草坪，真侪日本人就踮遮假日啊、野餐啊、赏樱花。哇，翕了真好啊！每一当你若有拄到樱花开的时阵哦，那来日本佚佗拄到樱花开的时阵哦，我拢感觉足赞的啊！像怎？上惊的就是吼，惊啥啊？惊讲来遮要看樱花，无看到樱花，因为啊，大自然的气候真歹控制啊。不只讲吼，带团的人惊啊，旅客嘛惊吼，但是呢，你惊袂到顶呢。你怕你也没有办法呢，就达到你要的。所以大自然万物啊，赐予我们的就是一种福气啊。在这里，如果樱花季开始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忙里忙外，很多的摊贩他们会守秩序的，就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也被日本赏樱
名所列为100所最著名的赏樱圣地之一，来到的是中原公园。每一年吸引了非常多人，尤其是它的千本樱花步道更是重点之一。我们现在来到的南九州，日本全国各地47个都道府县最佳的赏樱大全，每一年都会公布让所有日本的民众都知道哪里可以看樱花，哪里可以赏樱花，而每一年也都会在樱花季的时候举行樱花节或樱花季。千本樱被称为叫做中原樱，也就是因为在中原公园里面。我们现在是早上看到，其实你知道这里还有最美丽的夜樱呢。夜樱是什么？开花期间，樱花树的路中间的提灯，它会点亮打在挑选过的灯打在这个樱花上面哇塞，这夜晚这一种黑暗当中的粉红色，再经过这个灯光一打，超美啊！樱花在日本人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代表了他们的精神与审美，不惜一切，只为瞬间的灿烂每一年的樱花季，每一年我们都来到日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公园、不同的赏樱场所，看着一样美丽的樱花。每年到了这个时间点，日本就会被染成一个花的海洋，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见粉红色、白色的樱花树，每隔几米就有一株又一株的樱花树。我们抵达了南九州的鹿儿岛，看完了千本樱花步道，车子再开出来，一样还是美啊！你看这种蓝天配上樱花，季节樱花开，天气好，所有的一切搭配上的时候，就是绝美的景色。我们现在从鹿儿岛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点，是鹿儿岛的仙岩园。那仙岩园位于鹿儿岛市的吉野町，它原本是萨摩藩鹿儿岛的旧称它的藩主叫做岛津，是以前岛津藩主的别墅，总占地大约有5公顷，传承到第19代的藩主岛津光久开始，着手了增建的庭园。整座庭园就利用了背山面水的好地形。一般来说你知道，如果在做日本庭园的时候借景其实是在庭园造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跟手法。它巧妙的就将山石、树木、竹林等自然生长的植物融入了人工庭园的超高技巧，值得一看再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但是一般来讲，当你在设计一个庭园的时候，最好就是
在美丽的环境当中，把外面的自然的风景点借到你的家里面来，这就是最厉害的庭园借景。整个庭园最大的看头还是利用远近的方法，将远方的阴岛纳入庭园作为假山，浮沉于广阔的鹿儿岛湾池塘的借景技术。这个其实就像在台湾你比如说呢，你的住家可以看到101大楼，你就在你的住家的这个空中花园里面呢，怎么样摆了一些花花草草，然后呢，在看花花草草的时候呢，也可以顺便看到101大楼，这个就叫做借景了。所以呢，这个借景呢，也就代表你的方位很重要啊。那当然也价格就不便宜啊，就像50层楼、20楼看到的风景跟50楼就不一样嘛啊。然后是东向西向哪一项也很大的差别。那在这里呢，整个庭园它没有名列在日本的3大庭园之内这一个，但是呢，它是有别于小巧细致的日本庭园。这里的庭园呢，让人感觉比较开阔，比较确实反映出鹿儿岛位于南国不拘小节的性格。那世界上好多地方都会有呈现这个样子哦。南北方就是一个国家土地上南北方的人民的这种个性呢，会有点不太一样。通常呢，在一个国家越往南走，人民就显得越热情了。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呢。那我们现在无论如何，我们就看了五家诸侯的度假别墅鹿儿岛仙岩园。好几个世纪以来，庭园造景被视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日式艺术。传统的日式造景的庭园就分为了这种竹山泉水亭、枯山水庭园以及茶亭。那每一种日式的庭园造景都不太一样啊，有的喜欢呢用细沙碎石铺在地上，再加上一些堆放有致的石头，像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那有的喜欢用苔藓、草坪，像现在看到的也是作为自然元素，一种日本化的形式。枯山水，枯木的枯啊，枯山水的水，通常他们是用沙石，现在你画面上所看到那个细沙子啊，小石头，而山通常就用石块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石块啊，有时候也会在沙石的这个表面呢画上这个纹路啊，来表现什么水啊的流动啊。那枯山水常被认为是日本僧侣用于冥想的辅助工具，所以几乎不用开花植物，这些静止不变的元素就被认为有让人家宁静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当你到日本看看那个庭院的时候，你会发现日本的庭院常常带给我们一种会让你心里面有没有很平静的
感觉，而且常常在这些岩石上面会结着汉字心或者是林这2个字啊。你喜欢日本的庭园造景吗？它的山水造景吗？从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带进的中国唐朝的水墨画传入了日本，那个时候的开始，镰仓时代的末期就已经开始发展了日本的庭园文化。所以来到日本，你只要看到日本的庭园，都会有一种静的感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到了日本，常常日本在拍的广告，有一种广告就是什么，旁边有这个流水然后他拿了一杯茶，然后呢听着虫鸣鸟叫的声音，静静的，这就是日本。在日本的街头、建筑、公共设施，人们的修养，处处可见井然有序的民族精神。离开了刚刚的庭园，我们现在坐上100年历史的电车体验，来感受日本民族他们礼貌文化。到访过日本的你，一定对这个国家的印象都会认为日本是一个讲秩序、有礼貌、守规矩的国家，是吧？根据世界各国对于来过日本东京的外国旅客做的问卷调查，如果问起了日本是不是我刚刚前面所形容的这样的国家的时候，几乎有70%的人都会回答是。不过呢，有趣的同样的问题呢，你如果反过来去问为东京都民的日本人的时候呢，日本人却没有高达70%，外国人说是，但日本人只有20%到30%觉得日本人是很有礼貌的民族。倒不是东京人觉得东京不守秩序或缺少礼貌，而是为什么日本人不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很礼貌的民族呢？是因为在很多外国人看到当中的礼仪，对日本人、东京人来说，这不是正常的吗？这不是做人应有的礼貌吗？哇，对我们来讲，令人难以想象。在我们看起来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他们早已经把礼貌文化潜移默化到他们的生活。所以，从小到大，日本人这样子潜移默化、遵守规矩、有礼貌的文化是反射动作，他们就不特别以为那些行为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种礼仪，对他们来说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日本人心知肚明，那些礼仪道德的展现不一定是自发性的，而是这个社会实在充满太多你必须遵守的明规则、潜规则，你必须学的循规蹈矩，遵守那些规则，才能融入这个伦理机制啊。您说是不是？我觉得是哦。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失去了秩序，没有了规矩，这个国家就会乱。所以我常讲，打着自由民主、打着言论自由的国家，有时他只要求自己的言论自由，他对于别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往往是打压的。这就是不民主的国家。所以有时谈民主的人，他真的是民主吗？有时令人很莞尔啊。礼仪道德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规则的构成是日本社会组成的要件之一。日本人，我想应该是世界上最爱定规矩的国家，也愿意照规矩来行的民族。规则形成秩序，秩序让这个眼中多礼的国度变成了世界的3大经济体。我们刚刚前面看到了公车，再看看从日本的地下铁的礼仪，你就可以知道了。
日本人在地铁的规矩超乎你的想象之外，你绝对看不到有人占位置，你绝对看不到有人大声的在地铁里面用手机在看影片而不戴耳机，你绝对看不到有人在地铁里面吃饭，你绝对看不到在地铁里面有人占了别人的位置。你知道在东京的地铁车厢你应该要怎么做？不仅不要让自己丢人，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日本人持续这样的礼仪教育已经45年之久了。也就是这样，我们台湾人或是亚洲人为什么超喜欢去日本是有原因的。但说也奇怪，这么多亚洲的国家喜欢去日本，却完全没有把日本的这一套带回自己的国内，这也是觉得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一个国家的养成，我每一次都讲，绝对不是1天2天，而是要从小教育的开始。而且日本每一年度每一个时期，不断的在告知所有的人，说什么？告诉人家说礼貌的重要性。再来呢，我们在日本也可以常常看得到，日本人抽烟的人很多，但你有发现吗？公共区域抽烟的人却是不多的。这些，而且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海报，这些海报的内容画得很可爱，但大部分这些海报具有很大的美感之外，很多都是在宣导说叫你要遵守礼貌，包括不要在电车上化妆，不要在电车上抢手机，或者是请将你手机的铃声关起来，转为震动。所以您再认真的想一想，当你去日本坐地铁的时候，你一定很少看到有人大声在讲电话，你也一定不会听到到处都有 Line 的声音，当当当，对不对？也不会有电话到处响起，甚至不会有人用手机看影片，却把手机的影片的声音放出来。这些对日本人来讲理所当然的礼貌，其实却不尽然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看得到。全世界最多礼仪书的国家，大概也就在日本了。书店里有各式各样的礼仪道德的书，而且这些总能登上销售排行榜。我们现在前往了鹿儿岛，刚刚讲的那一段，也就是日本的井然有序的所谓的日本文化。想一想，为何你喜欢去日本？再认真的想一想，日本为什么带给你这么愉悦的感觉？一定有它的原因。鹿儿岛是日本在九州南端的一个区域，鹿儿岛县也是鹿儿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就在鹿儿岛市。那这也是九州地方人口第4多的地方。在日本，我前面有讲到了，九州是一个地形因素而产生很多散裂、碎裂岛屿、破碎土地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拥有着非常多的小岛，岛与岛之间就必须要做的这些渡轮，这些载运着汽车、巴士的渡轮呢，跨越从岛的这一端到另外一端去。而鹿儿岛所讲述的，也就是享受永恒的大自然。九州的鹿儿岛保留了很多的火山岛，像樱岛以及世界遗产五九岛等等，雄伟的大自然，许多传统的建筑都可以接触到日本的历史。而且很多日本 NHK 大河剧也就在鹿儿岛这个地方来拍摄。我们来看看北萨摩地区、雾岛地区、中萨摩地区，还有南萨摩地区、奄美大岛等等，种子岛、五九岛都是属于鹿儿岛。新岩园我们刚去过了，文化传统的日本代表作之一，还有非常著名的樱岛，也是自然风景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我们坐的这个渡轮，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我们下一个要抵达的地方喽。
赞，舒服哈，舒服，漂亮。最近的一次日本的樱岛火山爆发，也就在去年2018年而已啊。那2018年南岳山顶的火山口还有喷发哦。那鹿儿岛每一年都要喷发，处于地震带上世界上火山活动频繁区域的地方。何以人们呢很特别啊，好像不太怕这个地方啊。住在火山带的人怎可这么稳定、这么沉静的度过呢？樱岛，日本九州鹿儿岛县的鹿儿岛湾中，是鹿儿岛的象征代表，也是一座火药的富士火山。火山口距离有60万居民的鹿儿岛市仅仅才8公里，所以你想想看，住在这附近的人，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他的感受是什么呢？樱岛火山至今仍然是全世界火山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樱岛火山的样貌与富士山极为相像，而且它还是九州与鹿儿岛的象征之一。到鹿儿岛当然不能错过樱岛，而樱岛熔岩海滨公园的主场，来泡泡汤也是一种感觉哦。樱岛是世界上爆发最为频繁的活火山，在这一个樱岛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少数有人住的活火山之一。这里的岛民甚至开玩笑地表示，比起下雨的天数，下火山灰的天数来得更多。也难怪樱岛的照片，很多人常开玩笑，总是灰灰的，因为又在喷火山灰咯。有看到不？前面那不是云啊，那就是火山在喷发。能够近距离的看到火山，你觉得呢？最能感受活火山的震撼的旅程，它也是日本鹿儿岛的象征。你知道日本人呢，反而不觉得它可怕，日本人认为呢，它的生命力旺盛啊，所以代表着人要像什么？要像火山一样，生命力要很旺盛啊。1914年是活火山樱岛火山最大的爆发，喷出了高达1亿吨的熔岩，填满了东侧的海峡，让原本是孤独的樱岛从此竟然就与鹿儿岛相连了。所以1914年之前，樱岛是独立的一个岛屿，之后呢就变成了跟鹿儿岛连在一起喽。当时的爆发造成了震撼，多数的民众听到了火山爆发4个字呢，恐惧啊恐惧。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活火山，每年却吸引了100来万的游客来一睹它的风采。樱岛的火山就分为北岳以及南岳，都是1000多公尺。那北岳的火山呢，已经2000年没有喷发了，而南岳的火山呢，常常在喷发。那来到这里，来到鹿儿岛，樱岛离鹿儿岛几公里啊？那民众可以搭渡轮啊、巴士开车往返啊。那岛上呢住了4、5千名居民啊，他们说啊。樱岛啊，这里的居民说，樱岛是他们的根啊。即便因为火山爆发，这撤离了，但只要解除警报，我还是会回来。他们一样会回到岛上，整理好家园，继续过日子。对他们来说，樱岛是上天给他们的恩惠。火山地热带来了天然温泉，火山岩的土壤栽培出樱岛的特产，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就与它共存。就算大自然不小心夺走了我们的生命，那也是大自然跟上天要这么做的。哇，听完这些是不是让人家很感动啊？比起了在台湾很多在山地居住的人，他们其实心情是否也常常都是一样的呢？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他们也有这种感觉呢？
这里是日本九州宫崎，这里日照充足，非常具有度假的情怀，也称之为叫做日南，也就是日照南方的位置。日南海岸大致上是指宫崎县南部的海岸线，来到了日南海岸线，来到了日南太阳公园，这里有的是全球唯一复活岛复刻版的摩艾巨石岩。如果你要想看到摩艾，却无法飞这么远到复活岛的话，来这儿朝圣，感觉也是不错的哦。尤其是在哪里，在日本，它有一定的品质嘛啊。你要说日本的行程有多豪华了，不是，而是日本的民族性、日本的品质呢，总是让人呢觉得呢，非常安心。地球感谢的钟。想想这里，看看这里，日本人对于大自然的敬畏，跟对于大自然的赞叹，还有呢，对于大自然的尊重，我觉得他在亚洲是佼佼者哦。日本的宫崎县是许多神话的发祥地，被称之为神话的故乡。来到这，可以看得到很多有关于神话的传说。而在这么多神话的传说当中，我们可以来到日本宫崎市东南海岸附近一个周长不到1.5公里、面积达到了4.4公顷的一个岛屿。这个岛屿呢，就从陆地海水浴场这边过来，以弥生桥连接着青岛。弥生桥两边的风景极为不同，因为青岛周围环绕着一个长达8公里的波浪岩的岩石状的岩石。这波状岩是因为从海中涌起的水层岩长时间受到了海浪的侵蚀，砂岩层层堆积成现今如洗衣板的形状，因此称之为鬼的洗衣板。这一种常年经过海浪冲刷形成特有的海蚀景观，是日本南部海岸著名的奇特地形，也入选了日本的地质百选之一，非常非常的特别，绝对值得来一看。而且呢，来这边看的是大自然的风景，有大自然的杰作。看到这里，而且附近还有个青岛神社，据说也是日本皇族的发源地。从这天孙降临的生下了3个儿子，这样子的传说故事，全部都在宫崎县，所以宫崎县才会有一个叫做神话的故乡。看到这些岩石，也许我们一看黑亚波萨，但是认真来看，这些经过几万年冲刷而成的大自然的地形，它才是真正的特色之一。